尽管寒冷的冬季即将到来，但印度仍在中印边境蠢蠢欲动。据印媒报道，印军不断加强中印边境地区的部署，除了加强无人机部署、增派 M777超轻型火炮之外，还首次将米格29战斗机部署到靠近中印边境的前沿机场。有分析指，印度的相关举动无异于缓解中印边境紧张局势，而且它的任何试图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动作都是徒劳的。最新消息显示，印军又坠毁一架幻影2000战机，更令外界怀疑其实际战力。据印媒周三报道，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印度空军在所谓拉达克地区靠近列城的托伊塞空军基地部署了米格29战斗机，以对抗所谓中国空军在青藏高原基地的显著增加。卫星图像显示，至少3架米格29位于该机场的停机坪上，实际部署在该基地的战斗机数量可能更多。报道称，由于中印在拉达克附近的实际控制线关系紧张，印度空军可能会升级这个前沿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据悉，这并不是米格29第一次出现在拉达克。今年4月，印度空军发布的照片显示，经过升级的米格29飞越拉达克附近的雪山。当时的报道称，这些战斗机已部署在拉达克超过1年，但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米格29进驻托伊塞等前沿基地。据介绍，印度空军现有3个米格29战斗机中队，其中2个部署在亚当布尔空军基地，每个中队由16至18架飞机组成，总共大约60架米格29，目前都升级为 4.5 代标准的米格29 UPG 型。这些升级版本的米格29装备有阻克 ME 有源相控阵雷达，具有激光、热成像和电视功能的 OLS UEM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增加了内部燃料，航程达到2100公里。此外，该机还加装了加油探管，可进行空中加油，空战能力和对地打击能力都有较大提高。印度呢，在这个边境的前线，实际上是重兵，还有这个先进的装备啊，都放在一线的啊。它跟中国的这个部署完全不太一样啊。这实际上也是基于印度国情的一个考虑，就是它的整个后勤补给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差的啊。当然，这个很多人会说，如果在第一波的打击之后，是不是他们就被摧毁了？对于印度来说，它不考虑第2步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它部署最先进的像米格29啊等等在前线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威慑的作用，而不是考虑实际战斗的这个可能性的。除了空中战机外，印度还在加强地面火力部署。香港南华早报周三称，印度媒体在9月透露，印度陆军已利用直升机将 M777超轻型火炮部署到中印边境前线，其他较重的火炮则通过公路运入。据称 ，M777型超轻型榴弹炮的射程为30公里，美国提供的 CH-47直升机可以迅速将它从一个山谷空运到另一个山谷。此外，印度 The Wake 新闻网站周二称，印度陆军正在加强其监视能力。除了组建一个航空旅对中印边境加强侦察监视外，印军正在广泛部署监控摄像头、传感器、雷达、震动探测器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不仅能够监视边境上的情况，而且能够监视对方领土深处的情况。目前，印度已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及中国藏南地区部署了从以色列引进的苍鹭无人机、雷达以及空中和地面传感器，均由其东部司令部指挥控制，可以俯瞰西金邦和中国藏南地区的实际控制线。印媒还透露，印度正在从美国采购武装无人机，有了这些无人机，印军将能发动远程控制行动，例如越境打击或与边境目标交战。此外，根据印度3军实施的猎豹计划，印度空军、陆军和海军的苍鹭中空长航式无人机正在升级为察打一体型飞机，将配备激光制导炸弹、空对地导弹和空射反坦克导弹。针对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加强部署的情况，有分析指，无论比火力、后勤保障能力还是情报支援能力，印军都无法和解放军相比。印度试图通过加强无人机的部署来对抗中国，更是和龙王比宝。例如，珠海航展上展出的大量中国国产高端无人机都是印度所不具备的，而这只是中国无人机成就的冰山一角。如今，印度无人机主要依靠引进以色列、美国的产品，哪怕升级苍鹭这种中型无人机，也都要靠以色列提供支持。此外，印度计划部署的这些无人机自卫能力很弱，在解放军软硬杀伤结合的防空火力面前不堪一击。中印边境的这个竞争啊，这个实际上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啊，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技术上的这个竞争。
无人机的使用啊，实际上已经很多年了，在边境上啊。技术上，从无人机的发展来说呢，那个中国的无人机肯定比印度要遥遥领先，这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几年前呢，印度方面实际上也跟中国提出这样的这个要求啊，希望双方呢能够谈判呢，达成一个关于在边境使用无人机的这个规则。当然，这个后来呢，双方呢是在这方面没有达成协议啊。而对于米格29进驻前线机场，分析指恐怕也只是为印度人壮胆。他部署的托伊塞基地距离加勒万河谷只有70公里左右，处于解放军火炮等远程打击武器的攻击范围内。即便米格29战斗机起飞，由于距离边境地区过近，它可能刚升空就进入中国防空导弹的射程范围。因此，这也是印度没有把更先进的阵风战斗机部署前沿机场的原因。而印度战机频频出事，更是让人怀疑印军的实际战力。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媒周四报道，就在当天，印度空军一架幻影2000战斗机在中央邦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印度空军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在一份声明中称，印度空军一架幻影2000飞机在中部战区的一次训练中遭遇了技术故障，飞行员安全弹射，空军已下令进行调查，以确定事故原因。据报道，这架幻影2000战斗机毁在中央邦宾德地区农村的一处农田里。听到印度空军飞机坠毁的消息后，大量当地人涌入追击现场，一队警察已到达现场设置警戒线，并阻止村民靠近。现场画面显示，飞机碎片散落在空地上，可以看到飞机冒烟的尾部半埋在土中。据悉，这是时隔近2个月来印度空军再次发生的坠机事故。8月25号，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1战斗机参加例行训练期间，在拉贾斯坦邦巴尔莫地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受轻伤。有意思的是，当地时间周二，今日印度发布了一段为印度军队特别定制的非致命武器展示视频，这批武器将被在中印边境的印军用于所谓应对中国军队。据报道，这批武器由总部位于印度北方邦的阿帕斯特隆公司开发，包括3叉戟、金属棍、电击手套、电棒与特制盾牌。3叉戟外形和印度湿婆神所持武器相似，内置电池，戟尖可以释放电流，使用前还需要特别培训。金属棍同样内置电池，据称可以释放电流给敌人以强大的打击。此外，金属棍上镶嵌了许多金属钉刺，可以用于刺穿车辆和武器。电击手套用于肉搏战，使用者需要在戴上手套后把电池模块绑在手臂上。据称，充电使用时间可达8小时，防水且在0到30度的温度下工作。阿帕斯特隆公司首席技术官莫希特·库马尔在接受今日印度采访时表示，去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他们收到了为印度武装部队开发非致命性武器的请求。印度军队的这番塑料操作遭到中国网友的群嘲，网友在评论区调侃：“差生文具多，好学生微微一笑。”印军这套装备在中国恐怕只能与小区保安比划比划。